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是背叛者，当铁证如山指向你的罪行，当连最亲近的人都要你净身出户时，你会怎么办？林雨静静地坐在客厅中央，面对着满屋子指责她出轨的人群。丈夫张强手握证据，律师在旁虎视眈眈，邻居们窃窃私语，连婆婆都痛哭流涕地骂她是白眼狼。离婚协议书摆在眼前，上面写着她要净身出户的条款，所有人都在等她签字认罪。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林雨缓缓掏出了手机，嘴角扬起一丝诡异的笑容。在我签字之前，我想让大家看一个东西。当那个视频开始播放的瞬间，所有人都傻眼了。这究竟是什么视频？为什么会让指控她的丈夫瞬间脸色煞白？真相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震撼。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傍晚6点半，林雨刚从公司回来，还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就发现家里客厅坐满了人。张强的父母、几个邻居，还有一个穿着正装的陌生中年男子，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回来了，张强从沙发上站起身，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手里紧握着一沓照片。正好，有些事情需要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林雨放下手提包，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婆婆王秀英眼圈红肿，明显哭过。邻居李婶一脸八卦的兴奋，公公张建国绷着脸一言不发。那个陌生男子则在低头整理着什么文件。这是王律师。张强指了指那个中年男子，今天请他来是为了见证一件事。王律师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张太太您好，我是王志明律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林雨皱着眉头，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张强冷笑一声，将手中的照片狠狠甩在茶几上。你自己看看吧。照片散落在茶几上，林雨凑近一看，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照片中的他正和一个男子在咖啡厅里亲密交谈，两人凑得很近，看起来确实很暧昧。这是我，但是还要狡辩吗？张强打断了他的话。还有这些，他又掏出一沓照片，每一张都是林雨和那个男子的合影。两人并肩走在街上，在公园里坐在长椅上说话，甚至还有在商场里一起逛街的照片。张强，你这是什么意思？林雨的声音有些颤抖。什么意思？张强的声音陡然提高。林雨，我们结婚8年了，我把你当成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婆婆王秀英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林雨哭道：雨，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我们张家哪里对不起你了？强子对你那么好，你却……妈，您先听我解释。解释什么？李婶插嘴道：照片都摆在这里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就说嘛，最近雨怎么总是神神秘秘的？原来是……李婶，请您别乱说话。林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张强继续揭露：这还不算完，你看看这个。他拿出手机，调出通话记录。这个号码，你最近和他通话了37次，每次都超过半小时。林雨看着那个陌生的号码，心里明白了什么，但他没有说话。还有这个。张强又拿出一张银行流水单，上个月你取了1万块钱现金，这笔钱去哪了？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公公张建国终于开口了：雨，如果真的是我们哪里做错了，你可以说出来，但是背叛婚姻这种事情，爸，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林宇试图解释，那是哪样？张强步步紧逼，你告诉我，这个男人是谁？你们为什么要偷偷见面？为什么要瞒着我？林宇深吸了一口气，他确实是个男人，我们也确实见过面，但是够了！张强愤怒地拍了一下茶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撒谎？我已经找人查过了，这个男人叫陈志远，今年35岁，离异，有一个8岁的女儿。你们是在3个月前认识的。听到张强说出陈志远的详细信息，林宇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但他依然保持着冷静。你调查他？林宇的声音带着一丝意外。我当然要调查。张强红着眼睛咆哮道，我的妻子和别的男人鬼鬼祟祟，我能不调查吗？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王律师清了清嗓子，张先生，张太太，我想我们还是按程序来吧。根据您提供的这些证据，确实存在一定的……等等，林宇打断了律师的话，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拍到这些照片的？张强愣了一下，这个重要吗？当然重要。林宇走到茶几边，仔细看着那些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角度很专业，而且拍得很清楚，显然不是偶然拍到的。李婶在旁边煽风点火，宇，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纠结这些干什么？重要的是你确实和别的男人。李婶，林宇转过头看着他，您最近是不是经常在小区里看到一些陌生人，特别是拿着相机的？李婶被问得有些慌张。这我哪知道啊？张强不耐烦地说。林宇，你别转移话题，现在的问题是你背叛了这个家。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林宇平静地说。张强，你真的想知道真相吗？真相就在眼前。张强指着那些照片，你还想怎么狡辩？王律师翻看着手中的文件。张太太，根据我的职业经验，这些证据已经足够证明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不当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过错方在财产分割时应当少分或者不分。王律师，林宇看着他，您见过的离婚案件应该不少吧？确实不少。那您觉得这些证据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王律师仔细看了看照片，您是指什么？比如说，林宇拿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角度，拍摄者应该坐在咖啡厅的哪个位置？王律师研究了一下，应该是斜对面的位置。那这个位置能够偶然坐着一个认识我的人吗？王律师有些迟疑。张强不耐烦地打断，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林宇环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这些照片不是偶然拍到的，而是有人故意跟踪我，专门拍摄的。就算是跟踪拍摄，那又怎么样？张强梗着脖子说，难道照片是假的吗？照片确实是真的，但是……林宇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但是什么？婆婆王秀英追问道。林宇看了看张强，又看了看在场的其他人，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算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我有罪，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句话让张强更加愤怒。你这是什么态度？做错事了还这么理直气壮？我没有做错事。林宇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没做错事。李婶忍不住了。宇，你看看这些照片，你和那个男人。李婶，您能告诉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我行为异常的吗？林宇突然问道。李婶被问得一愣，这大概是2个月前吧。2个月前。林宇若有所思。那时候您都注意到什么了？就是你总是很晚回家，周末也经常出去，而且接电话的时候还神神秘秘的。还有呢？还有就是
你最近买了很多新衣服，而且还换了发型。林雨点了点头。所以，李婶您一直在观察我的生活。我这不是关心你们小两口吗？李婶有些心虚。张强见林雨一直在问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加愤怒了。够了，林雨，你别在这里故弄玄虚，事实就是事实。张强愤怒地走到柜子前，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重重地摔在茶几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你想要证据是吧？我这里还有更多。张强打开文件夹，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各种资料。这是你最近3个月的消费记录，这是你的行程轨迹，还有这个，你和那个男人的详细见面记录。林雨看着这些材料，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张强，你为了收集这些，花了多少钱？张强冷笑，为了查明真相，花多少钱我都愿意，3万块、5万块，还是更多？林雨继续追问，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张强避开了他的目光。王律师咳嗽了一声，张先生，张太太，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根据这些证据，我建议你们签署离婚协议。等等，林雨打断了他。王律师，您觉得这些证据的收集过程合法吗？什么意思？比如说，雇佣私家侦探跟踪配偶，这在法律上。林雨，张强大声喝止，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我没有胡搅蛮缠，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些事情。林雨平静地说。张强，你最近是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张强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林雨看着他，你的装修公司最近是不是接不到活了？胡说八道，我的公司经营得好着呢，是吗？林雨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纸，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张强看了一眼那张纸，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这是什么？婆婆王秀英好奇地问。这是一张欠条。林雨将纸展开，张强欠了供应商20万的材料费，已经拖欠了半年。不可能！张强想要抢过那张纸，但被林雨避开了。还有这个，林雨又拿出一张，这是银行的催款通知，你们公司的贷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王律师皱着眉头，张先生，这些都是假的。张强大声否认，但声音明显有些虚弱。假的？林雨冷笑。张强，你觉得我为什么要伪造这些东西？张强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林雨继续说道，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经常加班吗？因为我在帮你处理这些债务问题。那些所谓的神秘电话，其实是我在和银行、供应商协商延期还款的事情。你胡说！张强的声音有些颤抖。胡说！林雨看着他，那个陈志远，他不是什么情人，他是专业的债务处理顾问。我找他是为了帮你解决公司的财务危机。现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李婶小声问道，雨，你说的是真的吗？林雨没有回答他，而是继续看着张强。你雇人跟踪我，拍摄这些照片，然后当众指控我出轨，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离婚时让我净身出户，这样你就可以独占房产和存款，用来还债。我没有。张强大声否认，但他的眼神已经开始闪躲。没有。林雨冷笑。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正好是我和陈志远商讨债务处理方案的时候？为什么拍摄的地点都是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王律师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张先生，如果张太太说的是真的，她说的都是假的。张强情急之下大声喊道，他就是在为自己的出轨行为找借口。借口？林雨从包里又拿出一个文件夹，
那这些又怎么解释？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沓银行转账记录。这是我最近3个月帮你偷偷还债的记录，总共128000块，都是从我的私人账户转出的。看到这些银行转账记录，张强的脸色变得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这些，张强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完整的话。王律师接过转账记录，仔细查看，眉头越皱越深。张先生，这些转账记录显示，张太太确实在帮您偿还债务。不对，不对！张强像疯了一样摇头。就算他帮我还债，也不能证明他没有出轨。照片是真的，电话记录也是真的。林宇冷冷地看着他。张强，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张强色厉内荏地反问。我知道你欠的不只是材料费和银行贷款。林宇一字一句地说，你还欠了高利贷。现场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婆婆王秀英听到高利贷3个字，身体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强子，这是真的吗？张强支支吾吾。妈，是真的。林宇接过话头，而且金额不小，40万，40万！公公张建国一下子站了起来。强子，你疯了吗？李婶也被这个数字吓到了。我的天哪，40万高利贷！王律师放下手中的文件。张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您今天的指控，我的指控都是有证据的。张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照片不会撒谎，电话记录也不会撒谎。你说的对。林宇点了点头。证据确实不会撒谎，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些证据。说着，他从包里掏出手机。张强看到他拿出手机，瞳孔瞬间收缩。你想干什么？我想让大家看看真相。林宇的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了几下。你不是说照片不会撒谎吗？那视频总不会撒谎了吧？视频？李婶好奇地问。什么视频？林宇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着张强。你想先看看，还是让大家一起看？张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视频。真的不知道吗？林宇冷笑。那个指使人跟踪我，拍摄我的视频，你真的不知道吗？王律师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张太太，您是说？我是说。林宇环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这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胡说八道。张强大声反驳，但声音明显在颤抖。胡说八道。林宇将手机举起来，那我们就用事实说话吧。他的手指悬停在播放键上方，整个客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块小小的屏幕上，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真相。张强的脸色已经完全没有血色，嘴唇在微微颤抖。他想要阻止，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张强，林宇最后看了他一眼，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张强硬着头皮说。好。林宇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就让大家看看这场所谓的捉奸大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手指缓缓移向播放键，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可以签字，但在签字之前，我想让大家看一个东西。林宇的声音在嘈杂的客厅里异常清晰，所有人的议论声戛然而止。他的手伸向裤袋，动作缓慢的像是慢镜头回放。张强眉头紧皱，直觉告诉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宇，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狡辩什么？婆婆哽咽着劝道。照片都摆在这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是啊，证据确凿，你就认了吧。
黎神也跟着附和。林宇没有回应任何人，只是将手机缓缓掏出。那块黑色的屏幕在灯光下反射着幽幽的光芒，他的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了几下，一个视频文件出现在屏幕上。这个视频，林宇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定格在张强脸上，会告诉大家真正的真相。张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瞳孔急剧收缩，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林宇的手指悬停在播放键上方，整个客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林宇按下了播放键，视频开始播放。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张强熟悉的身影，他正在和一个中年男子在小区门口的茶馆里交谈。这是我。张强瞪大了眼睛，声音都变了调。视频中的声音很清晰，张强的话清清楚楚地传了出来。陈师傅，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办好，我需要我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照片，越暧昧越好。这个没问题。视频中的陈师傅点点头，我干这行10几年了，专业得很。不过张老板，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夫妻俩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你不懂。张强摆摆手，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如果不离婚，房子和存款都要被法院查封，只有让他净身出户，我才能保住这些财产。现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婆婆王秀英捂住嘴巴，眼中满是不敢置信。强子，你怎么能这样？公公张建国气得浑身发抖。逆子，你简直是畜生！黎神也傻眼了。我的天哪，这是真的吗？王律师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卷入了一个诈骗案件。视频还在继续播放。陈师傅在视频中说：“那你想怎么拍？我已经想好了。”张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老婆最近在找债务顾问，帮我处理公司的财务问题。我知道他会和那个顾问见面，时间地点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就在这些地方拍照，角度要选好，要让人一看就觉得他们关系不正常。”债务顾问？陈师傅愣了一下，那不是正当的商务会面吗？正当又怎么样？张强冷笑，照片拍出来，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到时候我一口咬定他出轨，他有嘴也说不清。那如果他解释呢？解释？张强得意地笑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指控他，让他百口莫辩。邻居、父母、律师都在场，他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视频播放到这里，张强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想要冲过去抢夺手机，但被公公张建国一把拦住。你还想干什么？张建国愤怒地瞪着他。爸，这个视频是假的，一定是林宇故意伪造的。张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假的？林宇冷笑。那我们继续看。视频中的陈师傅继续问：那钱呢？钱我已经准备好了。张强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里是5万块，事成之后再给你5万，10万块。陈师傅有些意外，张老板，这个价格是不是太高了？不高。张强摇摇头，为了摆脱那些债务，这点钱算什么？我欠高利贷40万，银行贷款30万，供应商20万，加起来快100万了。如果不尽快解决，我就完了。听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张强的动机。王律师站起身来：张先生，我必须告诉您，您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和诬告。作为律师，我不能参与这种违法行为。王律师，您别走啊！张强慌了，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假的？林宇又调出了另一个视频。那这个呢？新的视频开始播放。
这次的拍摄地点是在一个小饭馆里。视频中的张强正在和那个陈师傅吃饭，桌上摆着几块菜和一瓶酒。张强在视频中喝得有些醉了，说话也开始大舌头，但内容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陈师傅，我跟你说，醉醺醺的张强拍着桌子，我这个老婆啊，平时看着老实，其实精明着呢。他肯定怀疑我欠债的事了，所以才会去找债务顾问。那你不担心他发现你的计划吗？陈师傅问。发现？张强摆摆手，他怎么可能发现？我演戏演了这么久，他一点都没察觉，而且我还故意在家里留下一些线索，让他以为我只是生意不好，不知道我还欠了高利贷。什么线索？比如供应商的催款单啊，银行的逾期通知啊。张强得意地笑着，这些都是真的，但我故意让他看到，这样他就会以为自己很聪明，发现了我的秘密。其实真正的债务比这多得多。陈师傅皱着眉头，张老板，你这样做，良心不会不安吗？人家对你这么好。好，张强冷笑，他是对我好，但他的好救不了我。我现在每天都有人上门要债，再不想办法，我就要被人砍手砍脚了。为了活命，我只能这样做。那你们离婚后，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关我什么事？张强的话越来越难听。反正他有工作，饿不死，大不了他再找个男人嫁了。凭他的条件，不愁找不到。现场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婆婆王秀英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了，啪的一声狠狠打了张强一个耳光。畜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张强捂着脸，还想辩解。妈，您听我解释。解释什么？公公张建国也站了起来。强子，你太让我失望了。雨雨对我们家这么好，你怎么能这样对他？李婶也在一旁摇头叹息。我的天哪，我以前还以为强子是个好人呢。视频还在继续播放，醉醺醺的张强继续说着，陈师傅，你知道吗？我老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善良，太容易相信人。她以为帮我还债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这只是冰山一角。你还欠了多少？陈师傅问。具体数字我也记不清了。张强摆摆手，反正加起来得有150万。高利贷的利息越滚越多，每个月光利息就要还10几万。这么多？陈师傅吓了一跳。是啊，所以我必须得想办法。房子值80万，我们的存款有20万，加起来刚好100万。虽然还不够还清所有债务，但至少能让我喘口气。那剩下的债务怎么办？剩下的，张强冷笑，大不了我跑路呗，反正到时候人财两空，那些债主也拿我没办法。听到这里，林雨终于开口了。张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张强的脸色已经完全没有血色，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彻底败露了。雨，张强想要解释，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你什么？林雨冷冷地看着他。你想说这些视频都是假的，还是想说你是被逼无奈？我确实是被逼无奈啊。张强终于承认了。雨，你不知道那些债主有多凶，他们威胁要砍断我的手脚。我也不想这样做，但我真的没办法了。没办法。林雨站起身来。张强，你觉得欺骗和陷害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张强几乎是在哀求。我总不能真的被人砍死吧？林雨摇摇头。张强，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你以为瞒着我，你以为陷害我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一开始就坦白地告诉我真相，我们一起想办法，也许现在已经解决了呢？张强愣住了。
林宇走到茶几前，从自己的包里又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轻轻放在桌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你想知道我这3个月都在做什么吗？林宇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张强看着那个文件夹，隐隐觉得不妙。你做了什么？我在帮你解决债务问题。林宇打开文件夹，真正的债务问题。他拿出第1份文件，这是我和高利贷债主的协商记录。我找到了他们的老板，通过朋友介绍，成功把利率从月息5分降到了月息2分。张强瞪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高利贷的事？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吗？林宇冷笑，张强，你每天晚上说梦话，3个月前开始，你就经常在梦里说还不起了，他们要砍我这种话，我开始怀疑，然后就暗中调查。他拿出第2份文件，这是银行的展期协议，我用我们的房产做了重新抵押，成功申请到了2年的还款展期，而且利率还下调了。王律师忍不住凑过来看了看，这确实是正规的银行文件。林宇继续拿出文件，这是和供应商的分期还款协议，我亲自去找了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同意分2年还清，而且不收利息。还有这个，他拿出一份厚厚的商业计划书，这是我帮你制定的公司重组方案，通过业务调整和成本控制，你的公司完全可以在2年内扭亏为盈。张强看着这些文件，整个人都傻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些？因为你是我丈夫。林宇的声音有些哽咽，因为我爱你，因为我不想看到你被债务压垮。现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婆婆王秀英流着眼泪说，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好啊？公公张建国也红了眼眶，强子，你看看人家宇，再看看你自己。李婶在一旁擦眼泪，我以前真是瞎了眼，居然怀疑宇出轨。林宇拿出最后1份文件，这是债务重组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你的所有债务可以在3年内全部还清，而且不需要卖房子，不需要离婚，更不需要我净身出户。张强拿起那份方案，手在颤抖。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林宇看着他，张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录下那些视频吗？张强摇摇头，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林宇叹了口气，我想看看，当真相摆在面前的时候，你会选择坦白，还是会选择继续欺骗？很遗憾，你选择了后者。张强想要道歉，但林宇摆手制止了他。张强，我已经帮你解决了债务问题，也保住了我们的房子和存款。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婚姻还能继续吗？张强跪了下来，宇，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原谅我吧。原谅？林宇摇摇头。张强，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这是信任的问题。他看着跪在地上的张强，你知道吗？当我发现你欠债的时候，我没有责怪你，因为做生意有风险，失败很正常。当我发现你欠高利贷的时候，我也没有责怪你，因为我知道你是被逼急了。但是，林宇的声音变得严厉，当你选择欺骗我、陷害我，甚至想要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你就彻底伤害了我。张强哭着说，宇，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以后？林宇苦笑。张强，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些证据，如果我没有录下那些视频，你的计划就成功了，到时候我就真的要净身出户了。你觉得我还敢相信你所谓的以后吗？现场陷入了沉默。王律师收拾着自己的文件，
准备离开这个让他感到羞愧的现场。临走前，他看了看张强，又看了看林雨。张太太，您的处理方式非常明智。王律师说，不过我必须提醒您，您完全可以追究张先生的法律责任。故意制造虚假证据，意图诈骗财产，这在法律上，我知道。林雨打断了他，但我不会这样做。为什么？王律师有些不解。因为他毕竟是我丈夫，因为我不想看到这个家彻底破碎。林雨看了看张强的父母，张强犯了错，但他的父母是无辜的。如果我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受伤害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王律师点了点头，您的选择我理解。那么离婚的事情，我需要时间考虑。林雨说，这不是一个可以匆忙做出的决定。王律师离开后，客厅里只剩下了张强一家人和李婶。李婶非常尴尬地站了起来，雨，今天的事情，李婶，您不用道歉。林雨摆摆手，您也是被蒙在鼓里的。那我先回去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谈谈。李婶匆匆离开了。现在客厅里只剩下了张强一家4口。婆婆王秀英走到林雨面前，拉住她的手，雨，强子做的事情太过分了，妈妈替他向你道歉。妈，您别这样说。林雨扶住婆婆，这不是您的错。公公张建国也走了过来，雨，我们老2口对不起你，我们没有教好这个儿子，让你受委屈了。爸，您严重了。林雨的眼圈有些红。您和妈对我一直很好，我都记在心里。张强还跪在地上，一直在哭。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林雨看着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张强，你起来吧。张强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林雨说，你必须如实回答我。好，我一定如实回答。张强连连点头。第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策划这个骗局的？张强低着头，大概2个月前，当时债主催得特别紧，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计划成功了，我会怎么样？张强的脸更红了。我想过，但当时我只想着自己，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第三个问题，如果今天我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你会承认自己撒谎吗？这个问题让张强愣住了，他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可能不会。林雨点了点头，谢谢你的诚实。雨，张强想要说什么，但被林雨制止了。最后一个问题，林雨看着他的眼睛，如果时光倒流，你会选择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吗？张强想了想，会的，我一定会的。真的吗？林雨追问。如果再遇到同样的困难，你还会选择欺骗和背叛吗？张强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不会了，绝对不会了。林雨长叹了一口气，张强，我希望你说的是真话。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不是因为债务，而是因为信任。8年的婚姻，8年的感情，在你眼里竟然比不上100万的债务。雨，让我说完。林雨没有转身。我可以原谅你的债务，可以原谅你的隐瞒，甚至可以原谅你的懦弱，但我很难原谅你对我的背叛和陷害。客厅里陷入了沉默。过了许久，林雨才转过身来。不过，既然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既然你也承认了错误，我愿意给我们的婚姻一个机会。张强激动的差点又要跪下。雨，你愿意原谅我？我说的是给一个机会。林雨强调，不是原谅。你需要用时间和行动来证明。
你值得我的信任，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用一辈子来补偿你。”张强激动地说。一辈子太长了。林雨摇摇头，我只给你1年时间，1年之内，如果你能证明自己真的改变了，我们就继续过下去。如果不能呢？张强紧张地问。如果不能，我们就友好的分手。房子和存款我1分不要，你用来还债，我只要我自己的东西。张强听了，眼泪又流了下来。雨，你对我太好了，我真的不配。你配不配，要看你自己的表现。林雨说。现在我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也早点休息吧。说完，他拿起自己的包，走向卧室。在卧室门口，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张强。记住我今天说的话，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门关上了，客厅里留下了张强和他的父母。婆婆王秀英拍着张强的肩膀：“强子，雨这样的好女人，你一定要珍惜啊。”公公张建国也语重心长地说：“强子，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担当。你要是再让雨失望，我们老2口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张强擦着眼泪，重重地点了点头：“爸妈，我知道了，我一定不会再让雨失望了。”夜已经深了，但这个家庭的故事才刚刚开始。1年后，张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么叫真正的改变。他不仅成功地还清了所有债务，还让公司重新走上了正轨。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坦诚，学会了沟通，学会了在困难面前和妻子携手面对，而不是选择欺骗和逃避。而林雨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对婚姻的信心。他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风雨中相互扶持，在困难中共同成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信是婚姻的基石，信任是感情的纽带。当困难来临时，选择坦诚和勇敢，远比选择欺骗和逃避更有意义。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虚假繁荣，而是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共同成长。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